主战坦克喂不饱乌克兰，泽连斯基是亲自出马，英国迈出最后一步，越过了战机红线。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许说。谁都没想到，西方才越过坦克红线没多久，这最后一道红线战斗机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不久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亲自出马，先后访问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虽然访问的地点不同，但是每一站泽连斯基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更多的武器，尤其是战斗机和更长射程的导弹，以及更快的交付。在这三站当中，首站伦敦最受泽连斯基的重视。据说在英国下议院演讲时，泽连斯基掏出了一个乌克兰飞行员的头盔，头盔上写着“我们有自由，给我们翅膀保护它”。他将这个头盔送给了英国下议院议长，其目的已经非常明显：快！给我们战斗机，让我们捍卫自由。而随后泽连斯基在英国进行了一场声情并茂的演讲，赢得了掌声阵阵。而苏纳克的回应也没让泽连斯基失望。据说斯纳克已经责成国防大臣华莱士分析英国能够派遣哪些喷气式飞机。由此看来，泽连斯基此举是大获成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主战坦克红线突破也是英国开了这个口。当时英国率先宣布为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号主战坦克，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抗议。如今突破坦克红线带来的舆论声浪还没有彻底消除这英国就迈出了最后一步，要突破战机红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英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这一次春季大战是事关重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的赢面并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出于2个原因。第一呢，乌军兵源枯竭，能够动用的战斗单位是捉襟见肘。反观俄罗斯，据说是组织了50万大军，要在2月24号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展开大反攻啊！这第二，近期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许多武器装备都需要数月的培训，正常来说，春季大战将会持续数月。现在援乌加码，这些武器的相关人员培训就可以同步展开，刚好能在大战的后期使用，而再晚一些，可能就赶不上时候了。反正对于英国来说，这俄乌这个池子肯定是越混越好，反正坦克红线都已经越过了，也不差战斗机了，所以才会考虑越过这最后一道红线，将战斗机是列入了清单。对乌克兰来说，主战坦克现在已经是喂不饱他们了。不管是坦克还是飞机导弹，肯定是多多益善。这一次春季大战既是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此战不胜，之后的日子恐怕就很难过了。当然，英国这次对援乌战机积极表态，德国的脸可就被打的是啪啪作响了。别忘了，之前越过坦克红线的时候，舒尔茨为了平息普京的怒火，是主动画下了一条战斗机和地面部队的红线，同时还劝诫其他西方国家，战斗机这个领域是碰都别碰。这哪料到啊，这话说完还没多久，这战机红线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这让德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呢？好了，本期话题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